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1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9.30，收盘价是226.7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9.96，最低价是在223.5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5432.30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上行走势开始减弱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变小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开始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下方是在50日均线值遇到了支撑，在盘中开始反弹。上方是在230遇到了压力，最后股价又被压回，最终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，也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。那出现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当日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股价是低开低走，那么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走势。尤其是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23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的走势。那么反弹，目前股价反弹的条件是在次日，或者说是在近几个交易日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同时还要站上这根红 K 的最高，也就是230这个位置。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，那么股价才能够继续上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收盘价会在221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。那我们给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34，另外一个是收盘价会在238。实际在9月16日收盘价是在226.78这个位置，那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。我们预测的反转向下和实际发生的反转向下，虽然是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走势是基本相同的，也就是上方都是在230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而不能突破。并且呢，收盘价的性质也是相同的，就是跌破5日均线值。好，那么刚刚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在次日股价会有进一步的下行走势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9月1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03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目前有几个重要的标志位，一个是这根红 K 的最低223，那么跌破这个位置呢，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那第二个位置呢是这根绿 K， 也就是9月1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17附近。
那么跌破这个位置呢，将会确认这根吊人线，那么股价也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然后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根红 K 的最低是在210附近，那么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啊，它的最高是股价反弹的强压力，那么它的最低呢，将是股价下跌的强支撑。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那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03的。所以我们认为股价在到达203之前这3个位置将是重要的标志位，也是重要的支撑。当然还有各条均线值，尤其是20均线值也是重要的支撑位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下行。我们再来补充，在这里我们强调的重要支撑或者说是标志位那么到这个位置，股价是很容易遇支撑而出现反弹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第二个目标，如果203被跌破，第二个目标就是182。那么我们其实从现在这样一个趋势图可以看到，股价一旦跌破203，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么接下来目标一定是182，182如果被跌破呢，目前股价将会继续恢复自2024年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68，168如果被跌破呢，那么股价将会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对，那进一步下行的目标就是138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，股价上行的目标不变，依然是235这个位置。那在到达235之前目前也是有这样几个标志位，一个是这根红 K 的最高是在230附近，还有一个就是9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33附近。那目前233这个位置已经是一个小的头部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只有突破这2个位置才有可能去测试235这个目标。那股价日后如果一旦能够重新站上或者突破235，那么将会再次出现头高，那也就是说股价将会继续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上方的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56，256仅仅是压力位，真正的目标是271。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71呢，我们会看到将会恢复或者说是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的一个分析说明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在9月1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30，对，那我们会看到在9月16日股价恰好是在这个位置遇到了压力而出现了反转向下，也就是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所以出现了下行。那么到了9月17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27附近，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。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从目前的这个 K 线的线型来看这也可以称作是一个小的吊人线。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，股价只有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，也就是站上这根吊人线的最高230以及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么才能够瓦解这个吊人线，也就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那么股价才有
可能出现反弹的走势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。但是如果股价是在227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跌破下方的223的，尤其是跌破这根小绿 K 的最低是在226附近。对，那么跌破了这两个位置呢，股价将会被确认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，所以在9月17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227这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强反弹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28附近。我们最后一次加仓是在9月12日，这个位置是5%的进场，5%的加仓。好，那这15%的强反弹仓位，我们给出的获利目标是从230一直到上方的233，或者到235。那么之前如果没有获利出场的呢，现在还是继续持有的。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当中给出的止损位，我们是守217或者是守210。那目前在9月16日，股价收盘价是在226.78这个位置，是没有跌破这两个止损位的，所以这个仓位是目前还是继续持有。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现在是一个下行的信号，股价的收盘价是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。那么到了9月17日，这个仓位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是我们要继续守217。如果想要承受更大的风险，可以守210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30。还有一个就是上方的233这个位置，这是一个小的头部。那么空头的目标目前就是下方的223，这个也就是这个标志位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下方的210，这两个位置，也就是这两根红 K 的位置，将是股价下行的重要标志。尤其是223，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9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27，在这个位置，对。到上方的229，或者我们取整数230，也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33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35，第四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的中线在240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从224到225，在这个区间内。然后第二个支撑是219，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第三个支撑是217，第四个支撑是210。那么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支撑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和10日均线值合并，是从223到225，这样来看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7，在这个位置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18。
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20附近，也就是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么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那如果出现反弹呢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5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32，收盘价会收在231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25的，在这个位置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